怎么着？饿了吧？来吃饭。看你一直在发呆，想什么呢？我大一的时候，那会儿刚流行百度搜索，我费了好半天的劲儿，才把我妈教会。有一次我放假回家，发现电脑里的搜索记录都是老公出轨了怎么办？我妈当时在厨房，吸油烟机嗡嗡地响着，我从门缝里看见她在哭。我最亲爱的爸爸，他是千千万万男人中的一个，也犯了最不该犯的错误。我看爸妈他们挺幸福的，不像是发生过这种事儿。周斌，你跟我说实话，医生是不是说我的情况也许很糟？不管什么样的结果，我都不会跟你复婚的，这是我最后的态度。我最后的态度，不管你跟不跟我复婚，检查结果有多么糟糕，我都不会抛下你。明天签约，恭喜你！真的吗？来，我们庆祝一下，谢谢。 Cheers！Cheers！高鹏总特意send email给我，夸奖韩素律师，说你工作认真负责，而且能力很强。他还 CC 给了所有的合伙人，大佬们决定破格升你为整个项目的负责人。韩苏 ，Well done，Congratulations！ 恭喜我谢谢大家，都是大家一起的努力。多谢大家。黃蘇隊嘅。韓蘇，過來一下。今年的年度最佳，我打算提名你。谢谢你们，丽娜，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。我没有帮过你，都是你自己帮自己的。Cheers。 Cheers。
Cheers！为了全世界最强的6边形女战士韩苏大律师，为了全世界最傻的甲方太太，哪傻了我？手艺不错哦，好吃的，和这个酸酸甜甜的酒正好搭，5星好评。真的假的？我以前做饭经常被人挑剔，搞得我对厨艺都没有自信了。谁还能挑剔你呀？你前男友吗？哎，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，能挑剔你呀？展开说说。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好提的。我好奇嘛，你们为什么会分手？我来香港的时候，他有别人了。他有别人了？有女人能从你韩苏手里抢男人？什么狐狸精啊！你见过他吗？他其实特别有魅力，有自己的过人之处。不是吧，韩苏？这个时候你帮别人说话，你是圣母吗？其实是因为我和他分手，跟这个女孩没有什么关系。怎么说？我们都太理性，太现实，太冷漠，而且本质上，我也没有那么相信爱情。男欢女爱的事情上，我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，还有机会，所以我们注定会分开。他应该也是这样的人。开始的时候越梦幻，落幕的时候就会多狼狈不堪。爱情可能仅仅只存在于一瞬间吧。爱情只存在于瞬间。韩苏，你有没有觉得我不应该留在香港？你跟高鹏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两个其实一直都在努力的找以前的感觉，但同时我们又知道，对方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。对彼此新的样子呢，我们俩好像也很难适应。其实对于高鹏，我于心有愧。我在江州爱上过别人，我和高鹏异地时间太久，他在我生活中更像是一个微信界面里会说话的机器人，或者说一个智能提款机。在我最迷茫的时候，一个男孩从天而降，给我关怀、照顾，满足我所有对于爱情的幻想。别说了，怎么了？傻不傻？高鹏是我的甲方，你跟我说了这么多秘密，万一我没守住，通通告诉他了，你怎么办呀？你不会说的，咱俩多铁。那个男孩其实是有女朋友的，为了追我，他和他分手了。那个男孩也知道高鹏的存在，但他说他不介意。
有一天，他跟我说想和我结婚。那一刻我真的好幸福。为什么呀？什么为什么？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跟他在一起？他消失了。消失了？为什么消失了？就有天下午，我找不到他人了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给他发微信，他也不回，我就这样莫名其妙的被抛弃了。他处心积虑的追你，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？你为什么会觉得他处心积虑啊？哦，因为我刚刚听你说那些，觉得这个人有一点怪怪的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他有些奇怪。哎，韩苏，你是明大的，那你前男友也应该是明大的吧？他也是明大的，你们3个没准还认识呢。志南，有件事情我想告诉你。其实，我好朋友，我接个电话啊。怎么样了？我把周斌直接约在了增城的论坛现场。你确定你要这么干吗？我不太确定。楠楠，我心里好慌啊！要是你怎么办？要是我早跑了。3人对峙，想想都背脊骨发凉。姐，你这就满血复活了。核心指标没大事，子弹算是擦着眉毛过去。那就好，谢天谢地。我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，周斌他一直陪着我。为了这份爱，我可以放弃一切。我就是要让他当着我和他的面把一切说清楚。那万一，我是说万一啊，他迫于压力什么的，那你不就是无路可退了吗？你真的要跟他复婚吗？前一阵子我灰头土脸、生不如死地躺在病床上，现在想想都后怕。和那种恐惧相比，眼睛里进了点沙子，就不算什么。他来了，先挂了。他答应我了，我们一切从新开始。他说，我们谁也不会对过去的事情再提一个字，他会跟他一刀两断。可关键是你还相信他吗？比相信更重要的，应该是愿意相信吧。其实，也是我只能相信。他请我给他一个机会，但我心里知道，我是给我自己一个机会。OK， 好吧，尊重你。去忙吧，拜拜。怎么了？怎么呆住了？你刚才还想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突然忘了，记不起来了。来吧。你瘦了。哦，最近这段日子熬夜熬的吧？知道你在熬夜照顾他。
我也在啊，每天晚上都会想很多。对不起啊，啊。我是嫉妒，可又不完全嫉妒。我觉得你是个有情有义的人。我现在才知道，爱上一个人是很复杂的。我订的餐厅位置在那边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说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这人还在这儿，你是故意的对吧？我就是要你牵着我的手一直走过去，走到他面前，我要我们在阳光下确认彼此相爱的事实。你们别逼我。过去的我可以让他翻篇儿，但是对未来你必须做出选择。三个人面对面把一切说清楚，对大家都好。周斌，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相信你的一面之词了。孙安，想过后果吗？你就这么有自信？老公，真是巧啊！你是不是不知道我今天在这里开会啊？哦，里面有很多熟人，进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我有急事，不行了，没走。老公，老公，你还没有告诉他吗？周斌，你要告诉我什么？你先走吧，我们下次再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先走，算我求你了。那我先走了。你站住！我要让你当着我和他的面，把实话都说出来。周斌，你说呀。我总是常常一个人发呆，想象着我们与水隔的未来。我和曾成看没有云吞没的晚霞，已经复婚了。我对你的牵挂，逃不出回忆的牵扯。走吧，正好里面有人要给你介绍。躲在这个深夜的房间，独自面对着一整个世界，凌晨4点的想念你听不见，化成窗外那破碎的纸蝴蝶，谁能选择悄悄的哽咽？你已经把我忘了好几遍，城市的暴雨下了有好几夜，冲刷了一切。记得是我说的吧，心疼啊！
啊？没有，你别误会领导，我叫他来就是跟他说清楚。他不自量力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是有办法。哎，曾总、周律师，你们来了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韩素，你心目中最完美的爱情是什么样啊？完美的爱情，大概只存在于想象之中吧。就类似某种真空条件下，两个人相互欣赏、吸引，是挺完美的。可一旦接触到空气，全变了。会因为关系太不安全，不断算计和战斗，又会因为关系太过于安全，变得索然无味。反正都会和一开始想要的背道而驰。是啊，所以最纯粹、最美好的爱，是还没开始的爱。怎么说？我上高中的时候，学校呢跟我家离得比较远，所以我经常会早早的就到学校，经常校门口还没有开。那时候我总会碰到一个男生，他在我们学校口碑不是特别好，因为调皮捣蛋嘛，成绩呢也一般。我俩经常就这么一左一右的杵在学校门口，也不敢看对方，就跟两个石狮子一样。后来，他会给我带早餐。冬天特别冷，他从口袋里把包子扔给我，还冒着热气儿呢。有时候，他会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，然后偷偷地看我。在柜子上给我留下几颗糖。我还听说，他去警告那些爱跟我搭话的男生，让他们不要影响我的学习。那你喜欢他吗？我跟他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像是某种默契吧。直到毕业，我们都不算真正的认识。但是，那包子的热气，巧克力的口感，现在想想还是觉得很新鲜。爱情就像生命，只要不出生，就永远都不会死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悲观啊？爱情还是很美好的。那是你爸爸妈妈吗？你妈妈好漂亮啊！你长得像你妈，你爸也挺帅的。这都能看出来。在我的记忆里，
那个男人就是一个模糊的身影。在我们家是没有父亲的存在的，我妈也从来不提他，所以连那张照片都是被我偷偷发现的，我妈到现在都不知道。谢谢。有白头发了？是吗？在哪儿？这儿呢。你眼力可真好啊！那天你在医院趴着睡着了，我半夜醒了就一直看着你，怕吵醒你，当时就没给你拔。白头发这种东西啊，刚开始有1、2根的时候，确实会很焦虑，后来发现都是你，也无所谓。什么样的瑕疵，等到了不得不接受的时候啊，就都会变成习惯的。有必要吗？有必要。你签了，我就更安心了。我找的是你不认识的律师拟定的，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改。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这个阶段我们时间的紧迫性。在进印刷厂之前，也就是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包括公司及所有的中介、承销商律师、公司的律师，大家都会集中在一起，就公司要上市的招股书内容，以及我们要向联交所提供的文件进行全面的梳理、探讨、修改，最终呢会由印刷商来统一处理。喂，是就在朋友圈官宣单身啦？你这求偶意图过于明显了吧，孙哈哈？确实，男青年们像鱼一样纷纷涌上来私信、点赞加安慰了。接下来至少到周末都排满了。你不会真打算跟这么多人一起约会？算不上约会吧，也就散散心。我现在不能一个人待着。那周边的东西你都还给他了？渣男去死就好了，礼物们可是无辜的。
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。这个味儿，跟我们家对面立交桥那个小摊儿味道一模一样。要是再有个花生毛豆就更好了。没问题。楠楠，你着急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？终于回来了，来。这什么？烤串儿啊！你最近这么忙，做你最爱吃的犒劳犒劳你。我在上面匹配到一个妹子，爱研究美食，跟我也聊得来，我让她教我的。你尝一尝。好吃吗？是不是肉太硬了？没事，你等下一步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就放这儿。你这么着急让我回来，就是为了吃这个吗？公司上市这么忙，你也没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就给我叫回来了。我这都忙一整天了，你不用这么凶吧？你觉得委屈以后就别做了。走了，回公司开会了。高鹏，高鹏，你变了。真是莫名其妙。你要知道，我现在管着几千人的公司呢，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对你随叫随到，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大兴趣继续陪你玩宝宝过家家。走了。你今天说入印刷厂的周期大概是多久？一般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，连续工作1周左右。18个小时。其实入印刷商对我们来说，就相当于是进了一趟鬼门关，只有体力、精力最好的律师才能挺住。听起来像是一次全身心的洗礼，我还挺期待的。真的假的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就是那种只会泡夜店、只会玩的二世祖？没那个意思。玩嘛，刚开始是挺快乐，但是后来玩多了，就发现快乐就变轻了，变大了，再然后就变得无聊了。快乐其实还挺公平的。不管是谁，都没有那么容易得到。其实，在很多人眼里，我就是一个有钱的傻小子。但我还是想尽快能学到更多的东西，把公司打理好，至少做到不辜负我爸妈吧。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我一定全力以赴。谢谢。我还要谢谢你呢，胡律师把你发的邮件截图下来，发到了全所的微信群里面，很郑重地夸奖了我。他说，能得到客户这样子的认可，对我们这行来说是莫大的荣誉。你工作这么给力，这些都是你该得的。那还是得领你这个人情啊，真的谢谢你。看上面啊，我看到了啊，云是从那上面过去了，看到没有？哎，你喜欢我是因为我好看吗？是因为你可爱啊。
我好不好看？你长得挺正常。什么叫长得正常啊？什么叫长得正常？怎么长得正常？怎么就长得正常？谁长得正常？我说我长得好不好看？好看。跟我说长得好看。正常。就这么喜欢看美女啊？不是我想看的，他主动推给我的。那你就不能看看我吗？我很丑吗？吃饭，天天说这些，我烦的。我走了，你保重。所以，不好看的人不配得到幸福吗？自己长啥样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知道我不好看。这世界上比脸重要的事情有很多。你很漂亮。我走以后，你可以随便去外面转转，他们都会喜欢你。葛鹏他变了，他已经很有耐心了。只要你足够爱，就能接受他所有的改变。怎样爱，才算足够爱呢？苏涵涵，你做的这都什么呀？这广告方案是这么给我做的吗？还有这些你看一下啊！你现在干嘛呢？你就是这么对待工作的？今天这个和这个必须要给我。在你眼里成为了无限，青春充满了不眠，是为了追寻更多的明天。往左一点，别着急下钩。你可以试试动一动摇杆，上下左右各动一次，这样可以回复出厂设置。这个时候抓力最大。你再试试。哎，孙小姐，你在？孙小姐，
你就是 Andy 啊？嗯，我都说了，我长了一张大众脸，你肯定记不得。你非要跟我逞能，你看，果然吧。是我脸盲了。那我太佩服你了，你能跟自己完全记不住长相的人约会？只要是我愿意加微信的，就没有长得差的，我还是有底线的。行，那我当你恭维我了。为了感谢你的善意，我给你准备了礼物。这都是你刚才……其实抓娃娃也是讲究规律跟技巧的，重要的就是搜集攻略，然后做实验，一遍不够再做一遍。简单点说吧，就是多玩。谢谢啊，咱们取票吧。走，我再考考你吧。你还记得我们俩是什么时候加的微信吗？上次广告论坛。你果然多忘事儿。我记得我加到你微信那几天，我都睡不着觉，你倒好，全给忘了。那你说说当时是什么情形啊？半年前，在杭州，周斌大律师的饭局上，那天你忽然出现在包厢里，我像是看到一束光打进来一样。我坐在你的正对面。说实话，我特别想引起你的注意，但是到最后都失败了。不过不怪你啊，我们那桌子年轻律师穿的都是差不多的西服，要不是我那几个厚着脸皮非要去加你微信的同事，我都不知道怎么主动加你。你跟周律师熟吗？我认识他，他不认识我。世界真小。对嘛，所以我常说啊。只要加到微信，不管怎么样，到最后总有机会。快开始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孙小姐，你跟周律师你们很熟吗？我们公司跟他有一些业务上的来往，在他眼里我跟你差不多吧，小透明一枚。你净开玩笑，觉得我透明没问题，觉得你透明，那他不是瞎子吗？哪个好？这2件的话，这件吧，慈善晚会穿这个保险一些。最怕这种裙子了，还有商务性质的社交，想起来心头就发怵。本来高鹏跟我一样，对这类社交都敬而远之，可是这次他特认真，一边抱怨一边准备，还要让我熟悉这些宾客名单。而且他还准备了笑话，准备冷场的时候用。哎呀，想想还是挺心疼。你知道名单上这些人是好多人巴不得要去认识的人。我又不用做生意。其实社交呢，也是生意人生活的一部分，也可以把这个当成高鹏想要上进的一种表现，会不会舒服一些呢？道理我都懂，生意人嘛。可是我还是很怀念金宝。如何呀？好像还是上一条好看一些。哎，韩苏，你会为了你爱的人改变自己吗？其实有时候改变也不一定都是坏事。我已经努力了，可是有些东西好像还是改变不了。要不要试试这件啊？感觉挺好看的。我有个主意，你说。你来当高鹏的女伴。你疯了吗？我站他旁边，别人会以为我是他女朋友。管别人说什么呢？你韩苏要做最年轻的高级合伙人，认识一些人脉，
对你有好处，而且还有一张邀请函，我呢就能吃吃喝喝了，咱俩各得其所。一会儿再给你脸上好好弄一弄，做个保湿提亮，肯定没问题的。行，祝南好像已经到了。是吧？以后有几个行业内的前辈，我们最好认识。谢谢高总。高总，今晚你要是不能喝，随时跟我说。没问题。哎，霍总，好久不见啊！ Hello。吃好喝好啊 ！Thank you。哎，任總，好久不見，好久冇見啊！好，慢慢啊！好靚啊！李總，好耐冇見㗎。高總，好耐冇見，好耐冇見。喂，你女朋友好靚喎！介紹一下，這位是韓蘇律師。哦，律師啊？年少有為，年少有為。目前在做我們公司的這個上市方案。你叫我蘇菲就可以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咁得閒有機會再合作喎。好。齊齊傾過。OK。下次見啦。啊，再傾。啊，再傾。我拍照很多都是。还有什么好吃的？今晚好美啊！哦，嗨。好，我先打个招呼，你们先聊。OK， 拜。Excuse me。嗨。Molina。嗨，高总。嗨。哦，这位是。哦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位叫何之南，他是高总的女朋友。这位呢是我香港律所的老大 Molina 胡律师。你好。你好。哦，我要借用Sophie一下，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，失陪了。你们聊。晚点见。我倒觉得你跟这个小高总蛮般配的。Molina。对了，你要介绍谁给我认识啊？孙律师啊。孙旭吗？对啊，我跟他提起过你啊。今天晚上这种场合不太合适吧？今天晚上这个场合最合适了，走吧。他就坐在那边。但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还是想要争取这一波去香港所的机会。有什么个人原因吗？自从我知道他在香港，我做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接近的。我就是想获得特别好的成就，然后以一种很骄傲的姿态站到他的面前。我很想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玛丽娜，好久不见。你还记得上次我跟你提过我们公司那位新人吗？啊。我想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。他可能去洗手间了，不好意思。嗨，孙太太，好久不见。每天工作18个小时，这太恐怖了。等我真进到经营印刷厂的阶段，我就真没时间陪你了。没事儿，工作要紧。其实我也可以回江州的。好啊，正好回去看看你爸妈呗。高總，哎呦，潘總，好久不見。好耐冇見，好耐冇見。你近排喺度忙緊啲咩啊？正忙上市。哦，你行券都出晒啦。喂，少喝啊。好，你先。我去找韩素。
韩苏，怎么了？没事。什么没事儿？到底怎么了？我刚才看见我爸了。你跟他说话了？胡律师想带我跟他认识，我逃跑了。你干嘛？陪你啊。我现在是不是看上去挺糟糕的？我从16岁开始，我就给自己定下了目标，我要努力的接近他。可是我没有想到接近他的这条路也太漫长了吧，太艰难了。你在我家看到的那张照片，我已经看过成千上万次了，我每天都看。我以为我见到他的时候挺平静的，我以为啊。那你还恨他吗？我在心里排练过无数次跟他相认的那个场景，我都想好了，我要堂堂正正的，我要挺胸抬头的站在他面前。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挺棒的，我要问他，你后悔吗？你后悔过吗？我想让他懊悔到死，但是我刚刚看到了，他和他太太都在我很近的地方，他们看上去挺幸福的。他太太应该是个挺温柔的人吧。那一刻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我觉得我这10几年特别的他妈的幼稚，所以我就逃跑了。谢谢。谢谢。小心头啊！先把我们送回韩总。他到底怎么了？
少问，晚上我不回家了。早，醒啦！你这动静我能不醒吗？你家榨汁机什么样子，你自己又不是不知道。谢谢。怎么点了那么多？这宿醉之后，人胃口都不好，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都点了一下。这是肠粉，这是包子，这是米糕，还有蛋挞，这还有虾饺。这2个是甜的，有些人喝了酒之后就喜欢吃甜的。哦，还有这个药，你昨天晚上估计是感冒了，记得吃啊。好好喝，新鲜的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？我还没刷牙呢。进。高總 ，Sophie 嚟咗啦。多謝。坐。实在是不好意思，那天酒会我有些失态了。你们女人是真神奇啊！我一直以为你跟何之南不是一路人，玩不到一块儿去，没想到，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你们俩是闺蜜了。说真的啊，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像他这样直率、温暖，也有勇气的一个人。他真的挺好的，你运气不错嘛，要好好珍惜。是，我知道。有什么问题吗？找不到什么问题，可能就是我们俩最大的问题吧。何小姐，有个人。放心，我不是来找高鹏的，我来找的是你。进来说吧。不用了，我和你没那么多话好说。要不是昨天听表哥说你竟然和韩苏成了好朋友，我忍不住来提醒你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承认，我对高鹏感兴趣过，要抢我就明目张胆的抢。韩苏一直都是我的助攻。说实话，我就没把你放在眼里。我真正的对手是韩苏。苏苏，这个名字你熟悉吗？一朋友短信。我知道你，苏苏。
苏苏跟我解释过，他为什么恨你。